和双电机4驱都有。它的单电机后驱呢，那个最大功率是230千瓦，双电机是前160千瓦，后230千瓦。那么这车呢，其实你看它整个这个车身的造型，它其实是一个 SUV， 但是官方呢管它叫猎跑 SUV， 就是猎装加跑车的一个 SUV 这么一个造型，比较独特啊，跟传统 SUV 还是不太一样。那么它这个尺寸呢，长度，车长是4.8米多，轴距是2.9米多。这个车呢，其实你看它的整个这个造型风格比较低趴，比较有运动范儿的这么一个 SUV 的造型，其实它跟这个极氪001是比较像的然后尺寸上比极氪001稍微小那么一点。对，它尺寸要比极氪001略微小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个车最接近的一个对手还得是极氪001。腾势 N7 这个造型啊，就是车头部分其实是有2个版本，就现在咱们看到这个就是这儿。这一条是棱棱棱的，对吧？棱棱是什么？这一棱一棱的嘛，对吧？然后，另外一个版本呢是就一条线，一条线。对，人家原厂本身啊设计的是这个这个棱棱棱的版本。然后呢，就是之前不是亮相过吗？它就有这种就是用户，人就反馈就说你能不能把这个棱棱棱变成一条线？然后这个腾势一听。那好吧，然后他们就这么好说话吗？对，特别好说话。既然有这要求，那我就再出一条线的版本。所以现在是前脸你可以选哪个都行所以你们觉得哪好看呀？我觉得这个好看我也觉得这个棱棱棱的更有特点一点，比较个性一点。对，所以这个是车头的造型然后这个车尾我是比较喜欢的，就是你从这个角度就能看出来，这儿，对。你看它宽肩膀，有一宽肩膀隆起的，这样呢，你尤其是从后边看，就是有那种比较强的运动感，就有那种宽体的效果，再配合它这个贯穿的尾灯，所以整个这个屁股呢，看起来就是显得特别宽、特别低趴的那种感觉。这个车一旦是正梯形的，尤其是有了这么一个肩膀之后，那你看起来就会觉得它那个运动感、稳定感特别强就显得这个车很厚重的感觉。所以这个我觉得做的还不错这个造型挺好看。它这个尾灯我也很喜欢，像那个你懂吗？古代人射那个箭的那个感觉。箭雨那叫。然后你看它这个车顶上就是这儿是有一尾翼，这个尾翼呢，对。所以这个车外形毕竟大家看过很多次了咱就不多说了咱们主要去这个车里边看看。这个腾势 N7 的内饰，我跟你说，相当的不赖我觉得这是目前整个就是大比亚迪，包括比亚迪还有腾势近期能买到的车款里边，这个内饰最高级、最好看的一个。首先呢，为什么它高级有科技感就是因为它多了一个副驾屏幕这也是大比亚迪就包括腾势和比亚迪所有车里边第一个配备副驾屏的副驾屏的车，所以这车有2项第一一个是首款搭载云辇 A 空气悬架的这么一套系统的再一个就是首款配备副驾屏的车型都是这个腾势 N7。然后它这个副驾屏呢，尺寸不是太大，10.25英寸并不是很大。这个也能看视频什么的，地图K 歌反正就是副驾屏该有的功能它通通都有。然后我刚才试了一下，它也能用语音往上翻、往下翻是可以的，但是它不支持那个可见即可说，就比较遗憾。再有呢，就是你会发现这个车屏幕非常的多这个车是号称6连屏的一款车。对，你看在这儿，这里。这个就是前排这个左右空调出风口上各有一块屏，都有这个屏幕，它能显示温度和风量，和风量就是在这儿。现在这个天光太亮所以拍不太明显，但是还能看到这儿有2个箭头，对吧？然后这儿有一小风扇，一个大风扇，这是一个空调出风口的造型，这些都是隐藏在这个木头板底下的按钮，真木触摸按键，这一块的按键就单独调你副驾这一块的这个空调的风量、温度风向什么，它是这么调的。然后它这个主驾那边相应也是有一个能调，包括它的这个空调的这个出风口都是电控的。整个都是电控的，所以它是能够吹那种无感的那种很舒服的风的。然后它这车呢，刚才杨帆说了是6连屏，就别人都是3连屏、4连屏，这车6连屏。数一下咱们
首先空调的这个屏，然后副驾屏、中控屏，仪表盘的这个屏，还有主驾空调的这个屏。你这叫数吗？人家都是这么数，1个屏、2个屏、3个屏、4个屏、5个屏。我这不是顺带给你介绍一下吗？还有一个隐藏的隐藏款。在前面 AR HUD， 对，就抬头显示也算一个屏啊，所以它是一个6连屏。所以比亚迪呢，它就是给配置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它会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多，就这么个思路。人有你多。对，然后就还有一个人有我多的，就是这个车，无线充电比别人多一块，都是50瓦快充，主驾副驾各一块。而且它这个车很多都是全系标配的。是的。哎，刚才说那个云辇 A 那个空气悬架全系标配，然后这里的真木触摸按键也是全系标配。哎，对，这玩意儿这么高科技的玩意儿也全系标配。还有什么全系标配？还有Nappa真皮的座椅全系标配。头顶这个麂皮绒的顶棚全系标配啊，这个好。还有一个就是负离子香氛也是全系标配。哎，对，这个负离子香氛你都没发现，就刚才在那个赛车场里边，他们摆了样品了，可以闻，我挨个闻了一遍，一共有3个味道，就都挺高级，挺好闻的。它这个负离子香氛啊，就是通过镜头。你们是闻不到香味儿的，但是真讨厌。就总之呢，就还是我那句话，它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多。你看，就是现在配备香氛的车很多，但是它这个比亚迪呢，就给你配一个负离子香氛，干嘛闻味儿呢？啊，闻呢，我闻闻有没有。行，别闻了，快开始看这座椅空间。味道怎么样？我还没闻过呢。哎，你等会儿你下来，我得用我的身材来调座椅，你调什么车都带。来，你下来，这个基本上就是我的一个标准的驾驶位置啊。好的，你快下来，该我上后排了。不是，这个座椅挺舒服的，其实。你快点儿，该我了。让我说，还恋恋不舍呢。哎，你看它还有个软软的靠垫。对，这个车原车就带软枕和这个软靠垫。给你看一下这个后排空间。后排空间啊，可以啊，还是比较大的。然后地板是全平的，头部空间啊也很大，确实人家这个头部空间大啊。就是为啥它头部空间大？就是而且有多大呢？大到已经可以奢侈到作为一个电动车啊，标配遮阳帘。你好，同事，关闭遮阳帘。好嘞。正在帮你关闭遮阳帘。它是因为用了 CTB 的电池，就是 Cell to Body， CTB 嘛。本来挺高级的一个词儿，让你一说不太高级了。我这多标准啊！就是它把这个电池和车身是做在一体的，一体化。哎，它电池直接装在底盘里，这样呢就节省出了15毫米的空间。于是就能装电动遮阳帘了，而且空间仍然非常的大。关键它这个座椅的靠背角度也挺舒服的，它是36度可调后排，对，可调范围非常的大现在就是调到最躺了啊。确实这个座椅坐垫儿也够大，座椅的这个靠背角度可调范围也大，承托性比较好，对，舒适性还是不错，前排也很舒服。刚才说一半，杨帆帮我说，这前排因为这个车其实它叫猎跑 SUV 嘛，所以就是你看前排用的是这种一体的座椅，就比较偏运动风格的，支撑性包裹性做的都非常到位，非常好啊，然后舒适性也不错啊，就是整个这个车空间呀、座椅也没挑确实还是不错的。它的那个副驾上面还带腿托你去试试。你看这个腿托就是我对，你发现了吧？它有一个拉筋的功能是吗？就是它往前跑，就别人腿托就直接起来就完了，它这整个一边起来一边往前跑，所以它就变得非常长，角度又比较高，所以这个腿托真的是近期试过很多带腿托的车，这应该算是比较舒服的腿托。我觉得这是目前近期我们试过几个腿托里边最舒服的一个。关键就是因为它能往外伸特别长，然后抬得特别高，所以就对你的那个承托非常好。你看，就是咱们前面试的那个带腿托的车，就是它好像角度顶多到这儿，都是杨帆会觉得比较舒服，但是旭子觉得不舒服。对，因为我个儿比他高嘛，所以我就觉得就感觉拖得不是特别好。但是这个就连我都觉得拖得很好所以这个腿托好评非常棒。它这个座椅的配置还是比较高的，除了副驾带腿托以外，前排都是带加热通风按摩的，然后后排带加热。接下来咱们看看后备箱
腾势 N7这个后备箱呢，相当的平整。但是呢，你看它就是可能因为装音响有低音炮啊什么的，所以它就是这个两侧，它是直接就封到这儿了，所以就没有那么的宽，啊。但是还挺平的。你那么喜欢从后备箱里钻出来呀？你这个人，你看啊，它这个座椅是能够放平的啊，这个很好啊，就相当的平整。你看这个角度，看见没？相当的平整，几乎完全没有那个坡度。对，就相当平，所以这个也是理论上啊，也可以铺床垫的啊，变成床啊，休息休息也没问题。这个后备箱是2层的你把这拎起来。这里边是充电线啊什么的，然后你把这个板拿下来，拿下来，对，不，然后下边那层塞进去，对，它可以这样，它是一个双层设计，就是你别看它就是这么一点点的高度差，就是真的你拉了很多行李出去自驾游的时候，就差这一点儿，箱子塞不进去，对，那就门就关不上，但是你往下降这一点儿，它就当时就好使。这个就是我之前出去拍游记的时候，就碰见过，那箱子装上怎么着都关不上门了。后来发现后备箱，能下去一点，就发现关上了，它就是好使这玩意儿。我想的那个反应不太一样。所以我得适应一下。但是像杨帆这种水平的人呢，他没有之前的应该是目前大比亚迪，就是比亚迪品牌和腾势品牌，就所有这些品牌加一起用的先进技术最多的一款车。你像那个副驾屏和云辇 A 的事儿还不能结束，就是这个车的电的事儿没说啊。你看这车有2个充电口，这边一个，然后那边对称的位置还有一个充电口。所以呢，这个腾势 N7是支持双枪充电的，就是你看一般的车都只能插一个充电枪充电，所以一般也就是100多千瓦的一个功率嘛，对吧？但是这车呢，要插一个枪是100多少来着？150千瓦。150千瓦的功率，但是你要是同时插2个充电枪，就变成230千瓦了。就变得特别快了。这个充电速度，它能有多快呢？官方有一个数据啊，就是4分钟充满100公里。对，4分钟啊，这充电4分钟，跑路100公里。然后你要是5分钟是350公里。对，你要是充15分钟，它能跑350公里。也就是说，你350公里什么概念？就是你日常代步1天就足够了。在城市里边，所以你就是每天充电15分钟就够使了。唯一的问题你要占2充电桩。对，你这得，反正你人多的时候不能这么干，会容易挨骂。但是你像赶上充电站没人，那你就2枪同时充，就巨快啊！它这个技术非常巧妙在哪儿呢？就是现在要想超级快充都得800伏嘛，对吧？但是800伏呢，现在一个是成本相对还是会高一点，就是配备的车还比较少；再一个就是它得需要专用的那个超级快充的充电桩。特别难找，那个玩意儿现在比较少，也不是特别好找，所以就你很难发挥出它全部的实力。但是这个双枪充电，只要是快充的充电站啊，只要这个充电枪没有那么紧张，都能实现啊，所以这个很巧妙的一个技术啊。另外呢，这个车外放电肯定是有的啊，因为外放电这个玩意儿本身就是比亚迪最早做的啊，人家是祖宗，所以呢，现在大家不都有外放电了吗？普遍都是3.3千瓦，对吧？6千瓦。人家比亚迪6千瓦了啊，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多，还是这原理啊。然后它还不仅是支持这个外放电，你弄个电火锅啊、电炉子呀这么简单，它还能给车充电。是的，这个车能当60千瓦，对，能当保姆车用。它能给车对车充电的时候，能做到60千瓦的一个功率。这个车呢，就是给别的车充电的时候，功率就60千瓦，就也跟那个快充的充电桩差不多了啊。反正充电速度也比较快，就相当厉害。反正只要是电的事儿，比亚迪就干的都没毛病啊，很厉害。另外啊，这个腾势 N7呢，还有一个技术就是脉冲加热。它怎么意思呢？你看，就是这个底盘上不是电池吗？它给这个电池能分成2半，就是一半一半。然后呢，比如说左边这半和右边那半能互相充放电。我给你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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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它能来回倒腾这电。我理解是这样啊，就是它通过倒腾这个电，给这个电池就能加热，就让它始终是有这个温度啊，能够变热啊。这样一来呢，它在这个寒冷地区的充电速度就会加快。
就远远快于普通的这个纯电的车辆，所以就是还是那话嘛，比亚迪就是玩电的事儿啊，确实玩的相当的溜。行了，这回彻底完事儿了，拜拜，拜拜。